2024最有影响力的 AI 产品到底应该是啥？是各大品牌的手机呢，还是各大厂的大模型呢？又或者是 AI 机器人？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感觉 AI 说了这么久，其实感觉离我们很远，甚至可以说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呢，我就走的，看看到底有没有一款 AI 属性的产品可以真正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哎呀妈呀，终于熬到了2024年底了，看到了这么一个东西啊，就它了。很多人要说了，别闹了，苏黎，这不就是一个看起来黑黢黢的洗衣机吗？哎，你是懂形容词的啊，这不挺高级的吗？是吧？但是它真的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洗衣机。其实看明白这个产品，也基本上能清楚未来多年内真正的 AI 产品应该是怎么样的了。AI 现在都知道是算法加算力还有应用的3合1，那怎么在产品中体现呢？这款石头的洗烘一体机基本上就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啊！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啊，就这么一个上市才半年的产品，现在已经开始直接挑战白色家电里边的高端洗衣机品牌了，直接干进了前3。这要不呢就产品力离谱，要不呢就性价比离谱，要不然都是两者都离谱，是吧？你真别以为我是在吹，你就看哈，我们原来想象中的洗衣机啊、烘干机啊是这样子的，主打一个空间需求大，而且洗完了还要人工去把衣服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放进去。现在呢，到了石头 Z1 这里就变成了这样子的了啊，洗衣和烘干这么2件事啊放在一起解决了。其实我们随便一想都知道啊，针对不同的衣服、不同的环境，它需要不同的温度呀、水量啊，还有洗涤剂的控制。其实琢磨一下，这不就是一个算法控制得上吗？要不是石头科技本身就拥有着很强大的 RRMation 算法，让他们在扫地机器人领域里面脱颖而出，这个 AI 算法就是他们的强项啊。估计别人还真想不到，但是你看看他们家的这个 RRMarina 全域金控洗烘算法，你就知道了。你可别以为是个噱头，普通人都知道，不同的衣服呢，咱们需要不同的水流。传统的洗衣机呢是通过电机功率去控制，而到了石头这竟然通过算法，你敢信？一下子给你整出了7种水流模式，针对不同的衣服。你以为只控制水流呢？那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 AI 算法呢？控制水温也可以啊，比如你的衣服上有油渍了咋洗？都知道高温能把油洗掉，你看你都知道，算法能不知道吗？对吧？不但可以给你高温，还能根据你不同的污渍调节温度，果汁类的、油类的，甚至口红印都能帮你洗。说实话啊，但凡我要没用过他们家的这个洗烘一体机，我都不敢吹出这样的话。还有烘干这一块也是更多的靠算法，比如说你像羊毛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打理起来很麻烦啊？烘干也一样啊。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他家的羊毛模式是能做到37度左右的低温烘干的，跟人体体温差不多，烘完了就不会缩水变形了。为啥呢？因为他们家的算法在烘护方面堪称温控大师，巧妙结合分子塞、多维传感器和双循环风机等硬件，实现了精准控温、智能判干。用大白话讲，就是一干即停，省心又省电。原来市场上只有冷凝式和热泵式2种烘干方式，优缺点呢我都贴到这里。那石头自研的这种烘干方式呢，原理就是先吸走衣服的水温，再低温柔烘，这就很好的综合了这2种烘干方式的优缺点，既能实现低温烘，性价比呢也很高，直接让国际羊毛局给了2个认证，洗涤的绿标和烘干的蓝标，一个洗的一个烘的。原来这个认证呢都是只给几万块钱的机器，现在竟然给了几千块钱的石头 Z1， 这个 AI 算法说白了功不可没。还记得我刚才所说的吗？ AI 是算法加算力加应用，用在洗衣机、烘干这种日常的家用电器上，其实体现就是应用上，以人为本，按照用户的需求去应用嘛，更是如此。我就问问有多少人洗衣服洗着洗着洗忘了，结果早上放进去，晚上想起来了，放了1天，是不是又得重新再漂洗一遍了？现在好了，你直接在石头 APP 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直接给你来一个智能托管了，甚至你可以晚上放进去洗，第2天早上拿出来穿。还有我再问问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家的洗衣机每次甩干的时候噪音都贼大？我就纳闷了，为啥所有的洗衣机厂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几十年我就是不变？那现在好了，终于有一个愿意出来整顿一下的公司了，别再告诉我只有3万块钱的洗衣机能做到静音了，4000块钱的洗衣机洗烘一体机，严谨的说应该是洗衣加烘干加衣物护理机都能做到更静音了。最后差点忘了说了，如果你在南方，你拥有一个洗烘一体机，你的幸福感会得到瞬间的提升。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我就是南方长大的。你们知道我们等衣服干有多难吗？如果你在北方，你要有这款 Z1 洗烘一体机，相对于原来你只有洗机，你就算2天洗一次衣服，
每次节省15分钟晒衣服和收衣服的时间，你一年180次洗衣流程，我算一算，你可以省下2700多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们家有小孩，你洗衣服的频次更多，那你省下更长的时间，2700分钟啊。AI 不就是让人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吗？所以就问你一个可以给你省去时间做别的的 J1，它到底香不香？